90%多了。现在是11把，这把赢了10把双方是没有换边的，蓝色方依旧是佛山第二季。第二季这个劲不知道是不是要长挂班位了。反正中艺打巅峰赛都是帮我抢劲。中艺他的劲在这个赛季也保持了100%的胜率，4战4胜。然后 AG 红色方就一直在搬杨戬，不给。对，朵利亚也搬了。你这英雄确实现在强度太高了。这把鲁班大师又放出来了，凯倒是没了。而且这个赛季这两个队伍是率先拿出杨戬打野，并且一个配朵利亚，一个配大乔的。两种不同的思路，不同的打法，而且都赢了。我相信，就算是第二季他在红色方，他应该也不会把这个杨戬放给 AG 的。没错。沈梦溪拿的情况下，第二季并没有选择搬不知火舞。主要就看外边的辅助还挺多的。看一下 AG 接哪一套了，有。这个沈梦溪在的情况下，太真那套就不考虑了。而且父子在外面，AG 先点一手杨玉环看一眼，就是还在放，然后拿裴金虎，都不想主动去接鲁班大师。对，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，中医的裴金虎还没有赢过，这是第3次拿出来。是的。好像我印象中一次是打 UUG， 一次是打 RNG 输了。2次。你的无知。第二季把鲁班父子接过来了。父子接了的话呢 ，AG 就可以考虑在3楼拿狄仁杰了，因为敖已经用掉了。但拿狄仁杰，火舞这个英雄估计就没了。是的，他就要考虑优先级了。如果不拿狄仁杰，敖乙用过的情况之下，后边也确实不太好出了，除非你再选个戈亚，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几局，把自己的阵容上做的比较偏拉扯消耗，不是打那种强开的。但是选狄仁杰，那他的这个杨玉环可以摇摆。选择性放中，然后游走为大帅这里看情况去补墨子或廉颇这种开团。没错，但是墨子已经被ban掉了，而 AG 这边的话则是处理掉了一手司空阵，然后把阿古朵也给ban掉。右边这个狄仁杰还怕一手亚莲，其实，但亚莲在这个版本优先级没有那么高。昨天坦然拿了一把亚莲，其实在团战上还是非常有画面的，这还是要看 ID。是的。第二季把火舞搬了，嬴政也没了，然后 AG 是搬掉阿古朵之后又搬了个大司命。夏洛特也没问题，比较常规。而且夏洛特拿出来的话，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亚莲啊，也不好说了。虽然这个赛季花园没有拿亚莲，但是他上个赛季亚莲拿的多呀。上个赛季他的亚莲拿了9次，赢了6次。飞，败军之将配蒙恬入伍阵，很扎实啊，第二季阵容。如果是中艺的飞打王翰的老虎，老虎一定是一个肉刀虎，但是中艺的话不好说。蔡文姬双续航，打压制，杨玉环还是去中路了。对，这种阵容确实不是一般队伍能驾驭啊。首先自己的阵容上是没有前排的，没错，而且看团能力也比较薄弱，真的是要靠拉扯跟对面换血。我怎么感觉这把 AG 又要给你来个131呢？但这把他打41应该是。可是第二季这个阵容，如果要是在前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开局，他可能就要把 AG 这边平推完了。对的，这把大帅的蔡文姬还只能带进化，带别的太容易给机会了。然后在团战画面上 ，AG 这个阵容是一个正面打拉扯的阵容，就是我吃你一套，然后我退开，然后等你一套技能叫完之后，我再回头去找你麻烦。通过杨玉环，然后给夏洛特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侧边进场的时机。因为第二季这个阵容的话，他是蒙恬往前面顶嘛，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前排英雄。然后飞的话得找机会去切到 AG， 但是 AG 这把这个阵容其实一定程度是能够化解飞的进场的大招凝玉之印的。因为右边有个蔡文姬能够提高他们的瞬间提高他的血量，对，瞬间抬血嘛，让飞这边很难到达斩杀线，同样还能 counter 双回复，还能 counter 一下沈梦溪。所以这把第二季虽然是个鲁班父子的阵容，但感觉他们前期，尤其是鲁班大师这个英雄到达4级之后要开的主动一些，去尝试用自己的大招换对面的这种保命技能，像蔡文姬的进化，对吧？狄仁杰的2技能，想办法骗出来之后去找机会，要不然你等右边这个阵容爆起来跟你打正面的时候，你就不是很好开了，因为你这个阵容是缺续航的阵容，然后右边就跟你续航，然后你那个时候还只能去强开右边，但右边这个阵容呢，蔡文姬他是属于这种后期越打越厉害，
前期会很弱。来吧，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，蓝色方佛山第2季，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，我是9瓶子，我是解说潇洒。进入比赛。开局第2季直接换血，下路拼续航拼不过。狄仁杰下路在前期对线到蒙恬，花园在下路还是挺舒服的。蒙恬1打1是不怕的。他很难死。但上路的夏洛特遇到鲁班7号就没那么舒服了。刚刚应该是用1技能去补刀，然后吃了一梭子伤害。对。哦，蒙恬闪顶，闪顶，沈梦溪靠了过来，炸了一波，把人赶走。主要是为了争这个资源。对，拿到了。你别说，刚刚这个蒙恬的闪顶还和那个红隼来一波配合 combo， 红隼也刚好出那个击退。对。就你跟红隼保持一个距离，他都击飞不到你，但是那个闪顶是给他顶过去了，强行让你跟红隼贴。对，上路可能要出事儿了。交闪了，但这波还是杀了，轩辕拿到了1血，带走了梦兰。这波是长生往上路靠了一下，帮了波轩辕，又是梦兰的1血。梦兰跟4宝2个人啊，这个父子组合站的离轩辕太近了，所以那一个链子给到梦兰之后，点了好像也拉不开。对，拉不开距离。然后轩辕也是很果断的直接 A 闪，就不想浪费自己那个7星光芒剑的伤害。对，这老是在对线期出问题。上把是在4分钟那个时间节点，这把是2分钟不到。上把是在4分钟那个时间压得过于靠前。问题在于第2季这么换是为了压夏洛特，不是让夏洛特变得更加的有钱，反而现在让轩辕拿到了1血，这夏洛特现在很开心，很舒服。他现在1打2完全不怕了，因为4级了，他只要大招捏好是不怕鲁班大师的。就现在看你会敢不敢把梦兰放单？你现在一个没有闪现的鲁班7号，你在上路，你这个线敢清吗？那可能是要被追着打。对。但是呢，我们有讲过，这把4宝他的鲁班大师想办法蹭到4级之后，他要多去找机会跟对面换技能。最起码他要先把大帅的蔡文姬的进化给换出来，然后以至于在4分钟那一波能够去开蔡文姬。但如果你在4分钟之前没有能够把大帅的蔡文姬的进化换出来，那4分钟那一波你就要被 AG 的双续航阵容给打拉扯了。虽然你有沈梦溪，但你沈梦溪也就只有1个大招，而对面是有双续航的。这波并没有交大，因为他身后人手不够。对，飞也不在。这把线换回来了。但是射手对位已经差了200了，进入提升中。你把鲁班7号这个时候换下来打狄仁杰，那狄仁杰也不怕呀。对啊，鲁班7号还是难受。不过他不换的话，他上路看到夏洛特露头，他连线都不敢吃。对，他是不敢在上路逗留了。对，就狄仁杰的致死伤害确实是还好。奶茶詹文玉和宝哥。AG 教练组的3叉戟，而第2季这边泽教。现在第2季找不着什么机会啊，反正 AG 这个阵容就是慢慢发育，过渡一下。等4分钟之后，防御塔保护机制破了，可以围着狄仁杰这一路推。这波过来，大招换大招，而且刚好是4分钟要到了。是，这样第2季掌握了龙坑视野，想要直接把龙秒了，直接抓龙，那应该是3秒钟。3秒钟，太快了。然后上路的话，暂时没有兵线，所以蒙恬的站位也非常小心，防止 AG 换节奏突破他。上路先抢完老虎传下，下了宝波线，那这下路只能放了呀。对，鲁班7号只能走，身后没有任何人，他身后只有他的背影。应该想要让防御塔把这个兵吃了，不想给梦兰吃。很细节，掉一个弩车，一个弩车，一个中距离兵，这2个兵又亏了，纯亏，100多块钱没了。
这就是为什么 AG 他能够在自己高经济的情况之下，还能够压榨别人的经济，想办法从一些细节上去抠经济出对来。，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队伍的队员，他的分均经济高，但他的队位经济差没有那么恐怖、那么夸张的原因就在这儿。就是你没有去压缩对手获取经济的这种途径对跟方式，有的时候就是这一个一来一回的补刀，我有你没有，而且我是补到刀的情况，你是连闻都闻不到的。是。过来想开上去打一波，狄仁杰2技能解掉印记，没有被宁玉之击给斩掉，然后蔡文姬也开出了全技能，但这波中路兵线运进去了，强推中路一塔，是的，打了 AG 措手不及啊！这波这波王婉其实动得很快没有想过要杀你，只是想要把你压退，把你血量压低。第二季这波是有预谋的，飞摁2段大招很快，他就是顺斩。他并没有说我要把你打对到那个斩杀线，然后用大招触发羽化，他也知道打狄仁杰其实不是很好等。打狄仁杰的话不能等，打狄仁杰大招要顺防。如果你是只挂第1段，狄仁杰2技能解掉印记，那你2段伤害都出不来。对，就斩不了。又来，大招一开，闪现，看能不能跑，跑掉了。第二季这个阵容的强度啊，就在于他的50抱团正面，对，正面蒙恬有大那波。因为 AG 这边正面的身板太脆了，对，虽然有蔡文姬，但是大家都很脆，有点遭不住一套爆发。哎，这个沙嘴炮抢掉了轩辕到手的一块肉。现在梦兰这个鲁班7号已经被保护起来了，先吃中，然后再队友护着他去吃下路的这种劣势线。然后第二季这个阵容现在只需要注意好一点，在飞单带的过程当中，小心夏洛特和裴擒虎对他的2抓1。是的，尤其是飞一个人在边路的时候。AG 不断的在打3-2或者1-3-1，去打双边的分带，或者是打2人组去抓一个单。只要做好这一点，不被第二季不被 AG 这边突破了自己的那个单带，那基本上第二季这局比赛是能够有机会把 AG 平推掉的。打对边节奏，但是那边裴擒虎打的是第二季的2塔，对，而第二季推掉的是 AG 的下路1塔，中路想要强留人，看能不能带走，印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有点难走了，再被拉回来，将狄仁杰给击杀，然后飞跟过来，所有人直接集火去找大帅的麻烦，羽化成功，击杀掉了大帅的蔡文姬，然后同时还能够反掉一个红 buff。第二季从边转中夹击做得非常好啊。而且刚才4宝也很细节，他就上去贴着狄仁杰的脸，他就不交大招，就在等狄仁杰忍不住交2，你交完2我再交大。是的，蔡文姬的话也保不住，这个时段蔡文姬的奶量有限。来回看一下这一波，这一波是飞在下路带线，带完线之后，然后直接往中转，然后正面就已经上去开了，对，就有提前量了。毕竟在中路的 AG 的1塔早早的就被第二季给拔掉了，而 AG 这个阵容在正面的迎冲能力目前是有点不够的。龙最后是被婉婉的飞稳定控下，用飞打老虎控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。对。但钟毅刚刚一个人一直在边线发育，他的经济一直处于领先婉婉的状态。上路刚刚还多破了一个2塔，他现在也只能在边线了，因为正面这个蒙恬啊，如果没有狄仁杰的黄牌配合，应该是打不掉的。想处理这个蒙恬太吃狄仁杰的。鲁班大师给大招，杨玉环给大招，草里蹲着人，所有人一拥而上，草里准备好了 ，L 草蹲了2个人，等着第二季过来开长生，长生是一个诱饵。然后血染在中路往这边拦一下，第二季的人剩下的人只能退了。4宝的鲁班大师是属于蒸发掉了，对，他以为是大招换大招，但是杨玉环刚刚身后草里藏了一堆人，在打反蹲，因为现在第二季也是跟着4宝这个鲁班大师在频频找机会。这波打了4宝一个掉点之后 ，AG 又可以把双边线处理一下了。而婉婉现在的经济虽然高，但他看到一个有苍城的夏洛特，他也不好动手。还有一个反甲的老虎，对，他单打情况下都不好打。中路这是用自己的血去换防御塔的血，反正有蔡文姬。上路想抓裴擒虎，终于这个位置已经在跑了。
看队友在往过赶，进草2技能跳走，就看鲁班大师要不要闪现去留了。 1技能闪闪现踩空了，是的，没有跳到的话那就不好拉了。那这样一但波拉扯，这个中一塔没了，是的，中一塔没了，而且你鲁班大师没了闪，接下来机会就不好找了，只能保着鲁班7号了。所以第二局立刻做了个决策，不往下赶了，想要去换龙直接开暗影主宰。想要就近秒龙。那 AG 的其他人也不好在这里争，因为有飞在，对，也没必要。而且 AG 这个阵容的话，刚刚我们也聊了嘛，你在正面跟第二局打的过程当中，你是不能硬碰硬，对，你是打防守反击的一方。第二季反应确实很快啊。 他在往暗影暴君挤视野要掉状态的，不划算，不如直接就近拿暗影主宰，往后拖，这个是鲁班7号能接受的局面。但同样 AG 他这套阵容往后拖起来之后盒也多，他每个英雄除了狄仁杰吧，蔡文姬包括到后期也是一个大盒呀。 奶盒，其实你到了夏季赛，你会发现 AG 他们把运营做得更多了。他不是说我会跟你去拼团的那种，但现在更多的是在做运营的局面，包括阵容上的选择也是以老虎直接往里扑，直接一波激活把梦蓝给秒了。有闪现的鲁班7号和鲁班大师直接被融化了，然后接下来追击，再来一个折返跳上去，又把早点的沈梦溪给带走，一波打了个0换3。这明明是符人第二季在自己的红区已经站好位置的情况之下，鲁班7号还是在众人面前蒸发掉了。那花园也走不了，老虎过来再给一波，人头是被渲染的夏洛特给拿下，中路有一波兵线，中路的2塔想强拆啊？是的，难道说他们想打兔死吗？ 毕竟有蔡文姬，是的，复活。接下来是梦蓝的鲁班7号，你非想清这波兵线也要用命清啊！飞之后过来了，落地给个大招，但瞬间被秒了。鲁班7号这个位置怎么走？没办法，碰不到一波结束了，猝死团了。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，太突然了，这怎么玩啊？这本来第二季摆好了一个你进来。